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这一周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硅谷银行倒闭。在随后呢，签名银行也宣布被美国政府接管。同时，欧洲的瑞士信贷也出现股价暴跌、财务危机，并向瑞士央行求助。我相信很多还没有买房的朋友都希望地产行业先暴雷，这样可以入市抄底。但没想到，在加息的过程当中，银行业最先扛不住了。硅谷银行主要的客户是加州科技业的创投公司，而我上班的公司就是在 AI 相关领域的创业公司。可以想见，我上个周末过得并不轻松。虽然朋友约我出去滑雪，但我在路上还在想着，要是下一周公司的钱取不出来，发不了工资该怎么办？幸好到了周一，美国政府出面担保，才总算躲过一劫。这让我想起08年雷曼兄弟暴雷引发的金融海啸，也波及到了我博士的项目，导致研究经费被砍。当然，08年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是买房买在高位的投资者。我身边就有朋友在08年投资房产，导致几乎亏完了所有的身家。同时，在08年之后，我也有同事投资房产抄底，直接实现了财务自由。那这次硅谷银行的破产，是不是吹响了这个经济衰退的号角呢？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先说硅谷银行，简单的讲，硅谷银行碰到的问题就是现金流的问题。在疫情之前，美联储大放水，信贷宽松，科技初创公司得到的大量融资都主要存在硅谷银行。硅谷银行在管理手里的现金投资时呢，主要买入了美国的10年期国债，这为后面的暴雷埋下了伏笔。在疫情之后，美联储加息，信贷收紧，这样导致银行存款利息变高，相对而言，国债的交易价格就会下跌。硅谷银行手里的国债直接被套牢，如果要套现的话，就会亏损。与此同时，初创公司融资难度提高，存入硅谷银行的资金变少，由于整个大环境也不好，初创公司的盈利在下降，他们就需要从硅谷银行提取出更多的现金，以支付员工的工资，保持公司的运营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硅谷银行手里的现金流越来越少，他们就决定卖出一些手里亏损的资产。但是这个决定的新闻一出，导致客户信心大受影响，纷纷来银行挤兑。由于硅谷银行的客户都是大客户，这挤兑提取的现金太高，他们就直接现金流枯竭。美联储加息的大环境下，整个流动性都不好，流通的现金在变少，房市横盘，股市低迷。其实最直接受影响的是科技行业，但是科技行业还可以裁员、缩减开支。没想到银行业则由于整个投资难度加大，投资环境变差，直接成了拍死在沙滩上的钱浪。那么这个银行破产的消息能不能说明这个衰退就要到来了呢？这个后浪的规模会有多大呢？我仔细思考之后呢，觉得可能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，因为这个现金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每个人都会碰到。就比如说我自己，假若我的公司这周发不出工资，那么我家的现金流马上就会出问题，房贷、车贷加上孩子的学费，这加一起完全靠我的 W2，再加上我之前投资的房产都没有正现金流，这一失业，马上我的现金流就出问题了。这只能说明银行的经营不善，在这个环境不利的情况下，需要更高的对抗风险的意识和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管理整个企业。当然，现实就是越害怕什么事发生的概率就会越大。硅谷银行因为买入了国债而种下了倒闭的前因。其实，关于国债，这个月国债利率倒挂的新闻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。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国债利率倒挂。国债在买入之后，根据期限的不同，利率是不同的。国债的利率每半年结算一次，在到期之后呢，本金就可以赎回。通常情况下，长期的国债利率更高，因为钱借出去时间更久，承担的风险也更高。短期国债承担的风险低，这样收益率也低。在国债到期之前，国债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在市场上交易流通的。这样的话，
国债交易的价格也会影响国债的收益率。因为交易价格在分母，所以交易价格越高，收益率就会越低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们还是愿意买入短期的国债，因为看好目前的经济嘛，就不会愿意把钱借出去太久，损失可能盈利更多的机会。这样的话，就导致人们纷纷愿意买入短期的国债，然后短期的国债价格变高，它的利率还是会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。然后呢，尤其是相对于长期国债的利率呢，就会更低。但是在人们不看好目前经济的情况下的话，人们就会倾向于持有长期的国债，因为短期的国债很快就到期了，分3个月、1年、2年不等。到期了以后，这个钱拿出来呢，没有地方可以投资，投资了还可能会亏损，所以人们就愿意持有这个长期的国债。虽然盈利低一点，但是呢，至少它能保证长期稳定的收入。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长期国债人们愿意买入，价格就会提高，然后短期国债呢，人们纷纷抛出，甚至抛的比长期国债更多。这样的话，短期国债的交易价格变低，它的收益率就会提高。虽然从整体而言，比如说现在银行的利息特别高，那么人们都会愿意卖出国债，但是呢，卖出短期国债的人更多，这样就会导致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变高。这张国债利率倒挂与经济危机、经济衰退的关系图，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它表示的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3个月国债收益率的斜率。就是当国债的期限固定2个期限的时候呢，就会在国债收益率刚才那张图上产生2个点，这样的话2点确定一条直线，然后呢根据这个实线算斜率。如果是斜率表示正的呢，它就是正常的国债收益率；如果是这个斜率是负的话，就表示国债收益率倒挂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08年经济危机之前，大概2年产生了收益率倒挂，然后呢，在01年这个科技泡沫、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，也产生了这个国债收益率倒挂。当然，90年代、80年代、70年代就更久远了，但是这个 correlation 相关性还是相当的高。那么我们来看最近，自从22年这个美联储在22年5月份加息之后呢，这个国债收益率的斜率呢就直线的下跌，然后呢一直维持在负的这个期限已经好几个月了，这个月呢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善。图展示的是2年期国债和10年期国债的斜率。那么我们看最近，其实在自从2022年加息之后呢，这个斜率就一直是负的。当然，最近好像有一点往正的方向走的趋势。同时，在疫情期间，也出现了这个利率斜率接近于零，很短暂的一下。所以呢，在19年这个接近于零到2020年这个疫情期间的经济衰退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。那么在这个06年出现的这个斜率倒挂呢，跟08年的经济危机 correlate 在一起。同样的，01年、90年代、80年代的这个经济衰退呢，都有很高的相关性，都能看到这个国债斜率倒挂。当然，我在前一期视频也提到过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精确的预测未来，我们看的是可能性。那么这个国债利率倒挂就预示着在未来1年甚至2年内经济大衰退的可能性大大提高。所以在我的观点看来，硅谷银行的倒闭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其实这个国债斜率倒挂才真正的是有很高的这个预示性。那么作为我们广大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下面总结了几点建议。所谓经济不好的时候，现金为王。就为什么大家都在抛售国债，这个市场上这个国债价格降低，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套现，银行的利息提高了，然后投资变难了，这个市场上缺乏的是现金，所以呢，现金为王，保证这个现金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我们在这个
自己的工作好像不是那么稳定，然后呢，投资环境也没有太好，甚至钱放在银行都有可能因为银行倒闭而取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健康就是我们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需要保证这个饮食的健康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然后呢，保证睡眠，减少自己的压力，这样才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危机中保持良好状态，然后呢，最终选到抄底时机的保证。那么我们再回到真正的现金，从这次硅谷银行的倒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 FDIC 保证的现金额度只有25万，所以呢，我们在25万之外的余额呢，就应该分几个银行去存。在市场上，我们要沉下心来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保住自己的 job security。在生活中呢，我们要真正去开发那种能产生现金流的副业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硅谷银行所面临的窘境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想提醒观众朋友们，我的这个视频呢只是个人思考经验的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股市投资、房产投资有风险，大家入市需谨慎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